四、三、二、一，点火。大家好，我叫 Mark GYC。之前经常关注我发布视频的人都知道，我最近开始搞起了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实验项目。但我的发动机已经成功地做到连续运行多次不出现任何意外状况，所以在继续进行试车将变得没有更多的意义与价值。毕竟，发动机的燃料可行性验证已经顺利地通过了嘛，所以，我这次准备做点不一样的实验。为什么我要选择 APG 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推力源自其高速喷射尾气所产生的动量。这里我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告诉大家，这种反冲推力是怎么产生的。根据动量守恒公式 ，F 乘以德尔塔 T 等于德尔塔 M 乘以 V。让我们把这个公式变换一下 ，F 等于德尔塔 MV 比上德尔塔 T。如果想要让推力或者比冲或发动机的效率增加，我们必须增加德尔塔 M 或者 V， 减少德尔塔 T。增加德尔塔 M 确实很不错，但也很危险。这需要你增加发动机的装药量，以增加发动机的质量流量。但对像我这样的业余爱好者的财力与场地而言，这是不划算的。减少德尔塔 T 看起来也很不错。你可以想象，在1毫秒内烧完100克的推进剂所产生的推力，确实比在1秒内烧完的推力大1000倍。但同样，这个举措也是非常不明智、危险和粗暴的。增加推进剂的燃速将会使发动机内压强时间曲线的斜率更加陡峭，这将会出现恐怖的压力尖峰。发动机中的某些紧固部件将会无法承受如此之大的剪切应力或轴向应力而发生断裂，导致发动机爆炸解体等灾难性事故。在如此暴力的压强增加下，药柱内一些细小裂纹和气泡的影响将会被放大，燃焰暴力增大，出现严重的侵蚀燃烧现象，并继续促进燃烧时压强增加的恶性循环。对于某些高感度的推进剂，在这种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它们就会变成高爆炸药，整个药柱将会被直接引爆。高超音速冲击波夹杂着发动机的外壳碎片，以手雷破片一样的速度向四周发射，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非常巨大的破坏，以及可能造成的人员伤亡。即便上述问题在合理的控制和调整下没有出现，这种高燃速、高推力的发动机将会拥有非常强大的推动力，舰体上的一切将会承受更大的 G 力过载。在这种过载下，人员将会出现晕厥，部分仪器将会损坏，舰体外部将会承受更大的气动载荷， Max Q 将会来得更快和更加剧烈。为了使尾翼和其他气动部件在承受如此巨大的 G 力和气动阻力下不解体，舰体将要使用更加坚固且昂贵的材料制作。所以，我选择相对安全的方式，增加 V 喷气速度。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放弃了原料易得的 KNSU， 而转向 APG 塑料树脂推进剂。因为所有的 KNG 推进剂燃烧后都会产生碳酸钾烟尘，导致其燃气相对分子质量增加，最终导致发动机比冲较低。而 APG 推进剂中几乎没有任何金属离子，除了仅占 0.5% 到1%的氧化铜燃烧催化剂以外，燃烧产物几乎都为气态，而且都是一些相对分子质量较低的气体，比如二氧化碳、水、氯化氢、氮气等。总体燃气平均分子质量低于 KNG 推进剂，也就导致了 APG 推进剂的排气速度显著的大于 KNG。根据网上查阅到的数据， KNG 推进剂比冲在100到140秒之间，喷气速度大约为1000到1400米每秒。APG 推进剂的比冲大约在200到280秒之间，约合2000到2800米每秒的排气速度。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到 AP 推进剂的性能确实相比 KNG 推进剂性能更加优秀，因此我选择了 AP 推进剂。好了，你讲了这么多，你都没告诉我你接下来要做什么不一样的实验啊？该说正题了好吗？既然我们的 AP 推进剂拥有这么快的喷气速度，每秒钟2000米，
什么概念？相当于1秒钟就能绕一个标准的运动场跑道跑5圈，是大气压下的5.88马赫。目前，只有美国的 X-15高超音速试验机仅能在短短的几分钟内略微超过这个速度。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我们在固体火箭发动机工作状态下不小心触碰到了如此高速、高动能的气流，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下面请观看我的实验——固推烤肉。哪个天才会他妈想拿固推来烤肉？不行，你能不能给我正经一点？不，是探究高超音速气流对人体作用时可能会造成的伤害。我们的实验从一块牛肉开始，用它来模拟我们坚硬的皮肤，因为我们总不能直接用真人的皮肤来进行实验吧？这样的话那就太残忍了。这是我的固体火箭发动机，里面装载着大约50克高能固体推进剂，主要成分为高氯酸铵，它是一种强氧化剂，在高温下有着非常强烈的助燃作用，以及10%几的环氧树脂及其他添加剂作为高氯酸铵粉末的粘合剂，同时它也是主要的燃料。某些情况下，为了提升比冲，我们会在推进剂中加入铝粉等高热值燃料。为了这个精彩而震撼的实验，我特地拿来爷爷家里的锯子和废旧木板制作了一个支架，把那块牛肉给用钉子牢牢地钉在木板上，以确保在发动机工作时它不会被直接从试验台上吹飞。为了看清尾焰的细节，我的发动机喷管出口距离试验台大约15厘米的长度。为了防止试验台被发动机尾焰强大的冲击力所吹跑，我还用了2块大石头固定好试验台。对于发动机的固定，我已经胸有成竹，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它的推力不会超过10公斤。虽然我还没有实际测量过。使用质量合适的石块与金属支架压住发动机，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点火倒计时马上开始。Mark GYC 火箭实验室 APG 高能固体火箭燃料实验第11次测试。实验内容：测量 AP 发动机喷射高超音速尾气对人体皮肤的伤害模拟。点火倒计时：5、4、3、2、1，点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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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这冲击力太强了！My God！ 所以你这个实验最终又能证明了什么呢？不就是看个火图个乐吗？一块那么好的肉就被你给直接浪费了，还不如直接拿喷酱来烤肉。你看看你搞的是什么呀？都不能吃了。对，你说的对，这次实验确实没有太大的实际用处，因为我确实没有专业的仪器设备和专业的知识基础。
我没有办法衡量出牛肉受到的伤害和人体皮肤烧伤的等效数值，但我是真的没想到，发动机在这短短1.26秒的工作时间内，其高速喷射的尾焰对牛肉的破坏是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在试验前曾天真的以为这块牛肉只会外表轻微的烧焦，而内部完好无损。但你现在可瞧瞧，这么坚硬的牛排在高速气流冲击下竟如此的脆弱。我们人类如此娇嫩的手掌，在接触这种速度的火焰下，只会受到比牛肉更大的伤害。更惊人的是，发动机喷出了每秒2000米的高超音速尾焰，仅约30毫秒就烧烂烧穿牛肉，并且还在木质的试验台上烧出了一个1厘米的深坑，只用了大约1.23秒。这速度和威力是真的太恐怖了。同时，发动机在工作时也产生了刺耳的噪声，距离试车台约2米的一个噪声探测器记录下了发动机工作时的噪声峰值为121分贝。在此，我 Mark GYC 必须郑重其事地告诫那些在进行火箭发动机试车实验操作不规范的爱好者们，切勿直接使用打火机点燃已装填固体燃料准备试车的火箭发动机。这一行为极其的危险，极有可能因发动机的突然启动导致手部遭受严重伤害。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发动机存在设计缺陷，还有可能会在点火时引发爆炸，造成更为惨重的伤害，甚至危及生命。因此，务必使用远程遥控点火装置，以确保人身安全，杜绝此类安全事故的发生。我叫 Mark GYC。